OK， 在学荷兰语的朋友们，你们准备好迎接新的荷兰语小伙伴吗？没错，它就是 ChatGPT。ChatGPT 除了可以帮助你练习口语和写作技巧之外，它还能纠正你在荷兰语中的语法、词汇和句子结构。其实无论你是荷兰语的初学者，还是想磨练自己技巧的高级演讲者， ChatGPT 都能帮助你实现目标哦。好的，话不多说，我们来看看这个人工智能到底如何能在荷兰语中帮你解惑，和如何将你的荷兰语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嘿，大家好，我是小云。不瞒你说，刚才那一段开场白就是 ChatGPT 写的。在过去几个星期， ChatGPT 就像我的私人荷兰语导师。我一开始是要求他为荷兰语老师写一段介绍 ChatGPT 的话，结果他就写了好多。当我读了之后觉得有点无聊，就要求 ChatGPT 把它写得更生动一些，就像在 YouTube 里介绍的一样。之后他就写了刚才那一段开场白。那么最近那么红的 ChatGPT， 你们玩过了吗？我问过他很多问题，他一般都答得不错，但当我问他谁是小云，他竟给我说不知道，不及格。有专家认为人类可能很快就会被 ChatGPT 取代。那我们来看看 ChatGPT 在荷兰语中到底扮演着一个怎样的角色。第一件你可以用 ChatGPT 来做的就是练习对话。实际上，当你想在不同的情况下练习对话， ChatGPT 都可以根据你的要求写出不一样的脚本哦。比如说，你问 ChatGPT 可以用荷兰语写出两个人在超市的聊天对话吗？你看，这时来了一个两人对话的例子，这时你就可以阅读和练习这两个人的对话。或者你也可以叫 ChatGPT 写一个在约会时的对话。实际上，我们还可以要求它和我们对话，并要求它纠正我们的答案、我们的语法、我们的句子结构，还有我们的词汇。我们来体验一下。Kunnen we een praatje maken en corrigeer jij mij fouten in mijn Nederlands? Laten wij over het weer praten. Het is erg koud。 你看，在这里 ChatGPT 告诉我，在荷兰语中我们不说 Het is erg koud， 我们只说 Het is erg koud。 另一个我觉得非常有用的就是和 ChatGPT 一起准备工作面试的问题。你可以要求 ChatGPT 扮演面试官的角色，而你就是需要回答问题的那一方，并要求他对于你的答案进行反馈。Kunnen we een interview voeren voor een HR manager? Hoe moet ik mezelf voorstellen in een interview? 这些自我对话练习对学荷兰语非常有用，尤其当我们的荷兰朋友并不多，能练习荷兰语的机会也不多时， ChatGPT 就显得格外有用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尝试用 ChatGPT 练习词汇。比如说，你可以向它询问特定词汇的含义，像是 What is Zagrijner？ 然后你可以要求它用 Zagrijner 来造句。Geef me 3 voorbeeldzinnen waarin Zagrijner wordt gebruikt。 之后你可以复制这个文本，并将它放到任何类型的文本转语音软件或程序，像是 Natural Readers。我将告诉你如何做到这一点。你可以简单的 copy-paste 它，然后让 Natural Readers 里的荷兰人读给你听，这样你既可以读也可以听。Mijn collega was vanmorgen zo chagrijnig dat ik besloot hem maar even met rust te laten. Na een nacht met weinig slaap was ik behoorlijk chagrijnig en kon ik me niet goed concentreren op mijn werk. Toen ik haar vroeg of ze iets leuks wilde gaan doen, reageerde ze heel chagrijnig en zei ze dat ze liever alleen wilde zijn. 你也可以跟 ChatGPT 练习短语动词。Kunt je een korte tekst schrijven met zoveel mogelijk frasale werkwoorden？ 在这里你可以花很多时间来问一些愚蠢的问题，有时还会得到一些有趣的答案哦。如果你对荷兰语的语法感到困惑，你可以要求 ChatGPT 对语法的形式和时态进行解释。
比如说什么时候应该用未来式。不过我必须说，这并不能增强你荷兰语的语法能力。学语法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断的重复使用，直到你理解它。在这里我可以做的就是叫 ChatGPT 造句，然后不断的重复默念或是读出这些句子。当然我也可以将这些句子 copy paste 到 Natural Readers， 听他们正确的读法，之后再不断的重复练习，让大脑吸收。我个人觉得这是学语法最好的方式，特别是当我想将它内化时，我就会发现不断的重复练习可以让我更容易吸收和理解它。而 ChatGPT 在这方面的确提供了我很多有效的练习资源哦。之后你可以用 ChatGPT 练习发音，假设你想练习 R， 你可以让它写一个尽可能多 R 的句子 Schrijf een zin met zoveel mogelijk R woorden， 然后你可以把句子读出来，或是使用 Natural Readers 听他们正确的发音，之后你可以不断的重复练习。Rode rozen raken regelmatig snel uitgeroeid rondom rotsachtige rivieroevers。最后一个 ChatGPT 帮了我很多的是将我想写的文案或邮件简单化。比如说我今天收到一份荷兰语的邮件，我可以将它 copy paste 到 ChatGPT， 然后叫它将内容简单化，它都会用简单的词汇让我更容易了解内容在说些什么。我也很常叫 ChatGPT 帮我修改句子，比如说Kun je deze tekst vriendelijker maken? Ik wil je zien。 到目前为止，我所建议的都是与写作、纠正、练习对话、获得反馈相关的。当然，你也可以向 ChatGPT 询问一些信息，但你必须考虑的是它不一定准确。所以如果你想深入学习荷兰语，你还是需要使用一些传统的资源，而不仅仅是单词的解释或是某种语法的形式哦。我使用 ChatGPT 练习荷兰语之后的感想是，它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工具。它就像个游戏，你完全可以将练习荷兰语在 ChatGPT 里游戏化。但我个人认为，它永远都无法取代真正的人际互动。我觉得这才是用荷兰语交流的本质。但是当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当没有人跟你练习的时候， ChatGPT 绝对是一个非常棒的工具。不过对于帮助你如何进行真正的对话交流，如何克服和人交谈的恐惧，并说出一口流利的荷兰语，在这方面我个人觉得它并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无论现在最新的技术能提供些什么，都无法和真正的人与人交流相提并论哦。好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请不要吝啬点赞和分享给更多朋友。如果你想知道其他免费学习荷兰语的方法，你可以参考我这一支视频。我是小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